他的手机会自己拨打电话，每天拨打2000次，他都换了5个新手机了，但是没用。即使买完手机刚出门，电话就开始自动拨打起来。慢慢的，一家3口的手机都出现了这种问题，但手机并没有中病毒，这搞得一家人精神崩溃，而且电话都打给了亲戚朋友。朋友说有时候1分钟就能接到20个，刚接通就挂断。有一个朋友还是开餐厅的，电话非常耽误工作，给朋友道歉成了他们一家人的日常。手机不仅会自己打电话，有时还会发短信，关键短信内容很惊悚，还说这种现象一般都出现在晚上。于是节目组决定等待，但一夜过去，手机并没有出现自动打电话的情况。节目组又安装了多个摄像机，全程监控。第二天，儿子的手机率先打起了电话，儿子想拿手机给镜头看，刚走2步，手机自己就挂断了。与此同时，大叔的手机收到了一条短信，上面写着去世很久的父亲名字，这就非常惊悚了。节目组仔细观察录像后，终于发现了端倪。录像显示，奇怪的现象都发生在儿子拿着手机的时候，只有当他拿着手机才会自动拨打电话。父亲手机上的短信也是在他拿走父亲手机后才收到的，而且每次都是儿子第一个发现这种现象。通过这些反常的举动，节目组认为儿子就是始作俑者。心理医生还发现，儿子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很老练，看起来是策划好的，而不是简单的心理问题。节目组把儿子请了过来，想要套路他一下。经过一番询问，儿子终于憋不住了，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。那他为啥要这样做？儿子说别人都觉得他没用，正好他了解到一款远程控制别人手机的软件，用软件控制了父母的手机。刚开始呢，觉得整蛊家人很好玩，而且家里就他懂智能手机，父母都很依赖他，这也让他获得了心理上的满足，才开始一直恶作剧。父母得知真相后很震惊，要求儿子向亲戚朋友道歉。电话之谜总算解开了，但下面这只狗狗又出现了新问题。这只狗每天都要偷鞋，还专偷有脚气的鞋子。奶奶的鞋就经常无缘无故的消失，大冬天只能光脚走回家。节目组来到他家，奶奶却让工作人员离门口远一点。不一会儿，门口就出现了一只狗，他仔细闻了闻，确定是奶奶的鞋后，叼起来就跑。工作人员赶紧追，眼看就要追上了，狗狗丢下鞋子开溜了。奶奶说，狗狗好像时刻监视着自己，每当脱下鞋，没一会儿就被它叼走了。不过还好，狗狗每次把鞋藏在固定的地点，奶奶都可以找到。现在她每2天去捡一次，这样正好能捡回1双。奶奶很困惑，为啥她只偷自己的鞋？节目组猜测，可能是奶奶的鞋气味独特。接着还做了个测试，让村民把鞋子都放在一起，看狗狗会如何选择。只见它从头到尾闻了一遍，很快就分辨出了奶奶的鞋，接着又叼走了。这次呢，节目组让奶奶穿1双新鞋，看狗狗还能不能分辨出来。奶奶穿着新鞋走了一圈，脱掉鞋子进屋后，狗狗就出现了。它像之前一样挨个闻，很明显，新鞋对狗狗的迷惑性很大。狗狗稍微有点犹豫，确认再三后，还是挑出了奶奶的新鞋。那它为啥痴迷于偷鞋？宠物医生说，狗狗把偷鞋当成了一种游戏，认为偷鞋可以吸引人们的注意，进而得到人们的关爱。不过要论奇葩，还得看下面这个。每到深夜，酒吧里就会出现满地的便便，花盆里的土被刨了出来，卫生纸也被撕得粉碎，到处都是一片狼藉。关键呢，钱也没有少。酒吧老板觉得这应该不是人，节目组决定近距离观察。等了好久，墙壁上突然传来声音，一块泡沫板在自行移动，工作人员都快吓尿了，壮着胆子继续观察。这时，一只毛茸茸的脑袋探了出来，原来是一只黄鼠狼。只见它来到草坪上一阵翻滚，这也太舒服了吧！随后就开始找酒喝。黄鼠狼很警惕，时刻都在观察门口的情况，但它拉的便便越来越多，店主很苦恼，决定用笼子把它抓住，先在笼中放入食物，接下来只需要等它上钩。晚上黄鼠狼再次出现，直接就被食物吸引了，但它非常谨慎，在入口徘徊了很久，最终没能抵挡住诱惑，但是呢，并没完全钻进去，留了一半身体在外面，叼上一块食物就退了出来。这也太好吃了吧！吃完后没忍住，又钻了进去，这次呢，完全钻进了笼子里，吃完才发现中了圈套，对着入口一顿挠，没想到还真被它挠开了。工作人员看得目瞪口呆，决定再试一次。黄鼠狼这次犹豫半天都不敢进去，但大鸡腿实在太香了，还是钻了进去。这次呢，成功抓到了它，随后把它带到野外放生了。好了，我是预备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。
别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他把一坨便便锁在了保险箱里，还说这坨便便价值1000万，里3层外3层的打开，这不就是块石头吗？但他说这是鲸鱼的便便，叫龙涎香，高档香水就是用这玩意儿做的，比黄金还要贵10倍，一克就能卖3000块。便便呢是在自家鱼塘发现的，他本来也以为是石头，没想到扔在水里竟然飘了上来，这就很神奇了。上网那么一查，和网上说的龙涎香非常像，这不一夜暴富了吗？工作人员闻了闻，确实没什么臭味，难道真的是龙涎香？朋友们都觉得这是真的，但村里老人说他们这片根本就没出现过鲸鱼，哪来的鲸鱼便便啊？说再多都没用，接下来直接找专家。专家说这玩意儿很稀有，一般100只鲸鱼里面只有1只鲸鱼体内会有龙涎香，这其实就是鲸鱼体内的结石。专家对着便便一阵猛闻，还做了个简单的测验，各种特征非常符合，初步判断这可能就是龙涎香。大叔那是越听越兴奋，但专家说还需要进一步采样化验。一番分析后，大叔满怀期待，然而结果却显示这并不是龙涎香，只是一个在海上漂浮很久的塑料泡沫。大叔的宝贝瞬间一文不值，妻子安慰大叔，但大叔反手就撒了一波狗粮。那泡沫就给接了。然而下面这个小哥也把不值钱的东西当成了宝贝，他能用各种蔬菜当乐器，只见他掏出胡萝卜就吹了起来。工作人员还是不相信他也不废话，直接啃了一口。不仅如此，什么红薯、山药、西葫芦、土豆，甚至大蒜都可以吹出曲子。而且用蔬菜当乐器的好处就是饿了能直接吃。接着用西兰花又吹了一曲，还用山药做的乐器吹了一个。然而把蔬菜做成乐器也不容易，首先就要保证蔬菜的新鲜程度。在冰箱拿出一根硬邦邦的萝卜，先用工具把萝卜掏空，然后在表面打孔，每一步都要非常小心，还要不断测试音准，一点点调整孔洞大小。节目组决定升级挑战，拿来了西瓜、鸡蛋和大葱。小哥轻蔑一笑，就这，手起刀落就把3样食物变成了笛子。没想到还都吹响了。现在有个问题就是，乐器的保鲜时间太短，一旦蔫了，音色就不纯正了，一般用完就要被妻子拿来做成菜，或者打成蔬菜汁喝掉，因此每天都要重新买新鲜蔬菜，这成了一笔不小的花费。他现在呢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，甚至在工作中也要做乐器，拿着一颗洋葱就开始制作，同事都被震撼到了。不过要说奇人，那还是得看下面这位大叔，他能在头发丝上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